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很喜欢用 3D 打印来做点有趣的玩意儿。比如说这个很多人都喜欢的粘式车钩，比如这个看起来像是反重力的张拉整体，还比如啊这个看上去挺酷的伽利略时钟模型，等等等等。所以其实 3D 打印呢已经不是一个大家陌生的东西了，而且似乎说它是高科技，都显得有点牵强了。但真的是这样吗？带着这些疑问呢，我采访了咱们国家 3D 打印领域的顶尖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激光真材制造的开拓者之一王华明院士。他只用了一句话就彻底颠覆了我之前的想法。通过 3D 打印这种方法，我不光是在做零件，我同时在做材料。哦，就是同时我们把结构和材料都做出来了。对，而且这个材料呢，可能用传统方法相比，3D 打印这个过程可能我还更好控制，做出来性能还会更好。所以啊，3D 打印哪有那么简单啊？它有趣有料的地方还多着呢。下面呢，咱们就一起来看看吧。今天我就要给王院士准备了好几个我特别感兴趣的问题。比如说啊，我们现在虽然说 3D 打印已经走入千家万户了，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关于 3D 打印里面的一些名词，包括一些特殊的技术，可能我们普通老百姓还是不是太清楚。比如说像一个叫做激光真材的这样一个技术，你能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激光真材这样一个技术吗？是这样，这个真材制造是在我们专业的在学术圈里面，技术上我们叫真材制造，通俗的说呢就叫 3D 打印。激光真材制造呢，只是说我真材的用的一种重要的一种手段是用了激光，用激光来进行真材的。对，例如我用激光呢对材料进行融化，一层一层的逐层的往上堆积。当然你可以用电子束，那叫电子束真材；你可以用电弧，那就电弧真材。它只是一种热源，用这种热源来融化金属、融化非金属、融化材料。那像你刚才说的，就是说我们有其他的电弧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式来融化这些材料。那激光它有什么特殊的优势呢？那是应该这样说，就是不同的热源，就是不同的能数有不同的优势。激光的好处呢，就是它的激光可以聚焦，可以聚得很精准，能量密度可以精确可控，也可以把这个温度，就是像假如说电弧也可以把它的能量聚集在一起，那就变成等离子。但是它跟激光相比呢，可能不如激光这么严格可控。按照我的理解就是激光它会更精准。没错，就是第一，它那个束斑的大小，就是这个激光束的大小。激光束的能量密度，它是可以做到是精确可控的。对。那是不是就是意味着我们用激光真材技术造出来的这个3D 打印的零件，它的精度就会更高？可以这样说。假如说电弧你要锯得很小就不可能，激光可以锯得非常的小。激光功率很高的时候，你这个光束也可以很大。总的来说，它精度肯定是比电弧肯定要高很多。明白了，明白了。关于3D 打印，最早接触的是那个3D 打印笔，小孩玩的那种，他们可以用那个笔，然后就把那个塑料的一个线材，可能是好像是 PLA 或者是一些其他 ABS 的这种塑料的东西，它通过那个笔呢挤出来，然后一层一层的这样画出一个立体的图形，那是我最早接触到的3D 打印。然后后来就是我自己在这个生活过程当中也特别喜欢玩这些东西。然后就会去买3D 打印机，然后自己来做一些小模型啊等等。但是就是我就不知道，那咱们现在最先进的在科研方面，最前沿的这个3D 打印技术已经到了什么样一个程度了？就是你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真材制造这种方法或者3D 打印这种方法，能做很多事情。就是例如你可以，就像刚才你说，你用支笔去挤这个塑料，就是热塑性的这种树枝，你把逐层的往上增加，我们称叫熔融层级造型，就是层级造型，就一层层往上增加。你也可以用激光去烧结陶瓷，你也可以用激光或者是电子束去融化金属。就是它有发展到了就材料多变，就各种各样的材料，我们都可以用3D 打印的这样一个技术去制作了。应该这样说，就是用3D 打印这种方法去制造这个零件，材料按说是不受限制，原则上说加金属你可能都行。陶瓷可能也都行，很多高分子材料也都可以。但是呢，具体说，就是看具体根据不同的案例，对必要性了。不同的我们想要做什么样的东西，然后首先选择材料，然后再根据这个材料去选择我们3D 打印的这样一个技术。可以说是这样。我想就是用3D 打印，
还是要有它的优势。假如很多东西我不用3D 打印去做，已经都很好了。那可能原则上3D 打印可能就想办法用3D 打印这种方法去制造很多用传统方法制造不出来的东西。就是那我的理解就是说，当我们要做一些更前沿的这些探索，更前沿的材料或者说更前沿的产品的时候，3D 打印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工具，或者是基本上是首选的这样一个工具。那首选倒不一定，反正是一种重要的手段。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对，因为你看，就是3D 打印的话，就是说确实它在工业领域上面有非常强的这样一个应用，然后同时呢，在消费领域。比如说，就像我们这个普通的这个消费者也可以玩到这个3D 打印机。它不像那个就光刻机那样对吧？对，技术非常高端，然后似乎跟其实还是蛮脱离这个我们普通寻常老百姓的这样一个生活的。那就说你怎么看？就是我们能够比如说最先进的这样一个3D 打印的这个技术，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搭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桥梁？就是说我们有了很好的很先进的这个3D 打印技术之后呢，又可以去把它进行商业化，进行这个让老百姓也可以去体验到。这个按说是可以做到，就是现在假如说你家里面你的洗衣机坏了，或者你的电冰箱缺个零件。如果以后但是有很多要求就是很多，假如说环保安全可能有很多因素。但你家里面，假如说你要打一个装饰，要打一个配件那么像现在高分子材料的，应该是我觉得还是比较容易的。假如刚才谈到的那个用这个塑料高分子这种沉积造型，你可能就能打印出这样的东西出来，放在家里面。然后，假如咱们的学生，咱们中小学生，他有创新的，他有很好的想法，有一些新的这种思路，那你家里面有个打印机，你就能把这个事情做出来。这个我觉得这跟家庭还是可以联系的比较紧的。我之前去参观的时候看到这个激光的3D 打印机都是特别大的。你如何看待我们普通人什么时候能够享受到，就是在家里面我就可以用激光的这种3D 打印机，或者说我能够用金属来做一些这个3D 的零件？如何看待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能够下沉到这样一个地步？这个没问题，我觉得现在就可以。就是我认为现在已经就到了，就完全是可以。但还有好多问题就是对安全性、对环保都有好多这方面就是这方面的要求。因为说你要在家里面做呢，你不可能去做大零件。对，我一会儿讲的是特别大的，在家里面就可能就是希望是家里面常用的东西嘛，家里面都造小的，小的呢现在就刚才像那个选区融化做，例如像激光选区融化，选区融化就是所谓那个这种设备，这种设备呢就是我觉得在家里面现在尺寸也不大，假如一般你就做个尺寸不超过300-400的。不超过200-300的，我估计家里面零件超过200-300的金属零件也不多。对，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现在就没问题。但是可能有些要求，假如这个工业的要求，家里面是不是允许你就是装这样的这个设备？操作上是不是这样安全？可能是我觉得现在已经就到了这个程度这没问题。就是它既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方便，更加的这个快捷舒适，然后同时呢还可以让尤其是孩子们他们的一些天马行空的创意可以很快的去实现，对吧？就不像以前，就是我记得像我小时候，我以前有什么想法之后，可能要去采购各种各样的材料，就是有些的话没有现成的，那就很难办了。那你用一些其他东西来替代的话，它可能就没法达到就是我初始的原始的想法。但是3D 打印的话，就是可以很好的就是去还原我们脑子里面真正想到的这些东西。没错，这个时候不需要手艺了。你只需要建模，原来你可能假如你要去做，原来你需要要木工什么的各种各样的，不需要了。现在就是你只需要动计算机，相当于把我们的这个过程的这个时间缩短了很多了。对，对技能的要求基本上就降低到，更多的你是动脑去建模去想象，而做的话那是3D 打印机的事儿。对，那真的就是把我们的创造力全部发挥出来了，就我们不受这个技术和工艺的这样的限制了。是这样。3D 打印呢，其实它就是一种一层一层的往上增加，像它就把3维很复杂的问题当成2维的平面问题了，就相当于在画图。你永远在画图，但是最终画出来是一个立体的图，
从这个意义上说呢，确实它给你很大的这种创新的空间。只要你能想象的这种结构，做一个截面，它就是个平面图形。所以你永远是做平面图形。永远是平面图形，然后把它变成三维。立起来就三维。所以从理论上说呢，你不管你多复杂，它都是平面。不管你多大，反正它就是一个平面图形。它是平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来说，给你足够大的空间。也可以说它不受形状的限制，不受尺寸的限制，不受结构的限制，但只是说它的原理。实际上要去做呢，肯定还是有很多技术问题还需要去解决。就是明白。哎，那这个真的就是我觉得有点我特别认同你刚刚说的，就是把所有的三维问题变成一个二维的这样方式去做，有点像是降维打击的这种感觉了。是这个意思。我之前去参加珠海航展，然后在珠海航展上面确实也看了好多这个金属3D 打印的一些航空航天上面的一些材料和零件。我就想知道3D 打印在解决我们这个航空航天的这些一些关键零部件的这个应用上面有哪些优势呢？我们的航空航天哪些东西它已经实现了这个非常便捷的这种3D 打印呢？是这样，就是因为像航空航天这个领域里面。他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要轻，假如我飞机要结构就是要轻，强度要高，减低死重是吧？对，我肯定就是一定是强度要很高，然后呢重量要轻，承载能力要大，这是它的基本的一个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航空器可能未来的需求肯定希望我零件数是很少的，然后每个零件可能都会很大，很复杂。用3D 打印，刚才讲了，3D 打印它就是把三维问题当成平面问题去做。那当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以后就可以把这个飞机的结构件可以设计得很大，可以设计得很复杂，这样它的强度又高又轻，刚度又好，承载能力又大。用这样方法如果还用传统方法去做，这就会很困难，就会非常非常难。假如你要做个特别大的零件，我可能锻造不出来，或者我锻造出来，我去用机械加工，我也加工不出来。用3D 打印呢，恐怕我不受这个限制，那可能以后不受尺寸的这样一个限制，可能以后可以做得很复杂。假如一架飞机原来好几个零件或者好几十个零件，现在变成一个零件，它就可以很轻了。这是它的一个好处。第二个好处就是在3D 打印过程当中，其实3D 打印它既是一种制造技术，它同时也是一种材料的制备技术。就是我可能在打印过程当中，通过融化，融化上是个已经过程，通过凝固，我就可以控制它的成分，控制它的结晶，控制它的化学成分均匀性。这样呢，可能我通过3D 打印这种方法，我不光是在做零件，我同时在做材料。就是同时我们把结构和材料都做出来了。对，而且这个材料呢，可能用传统方法相比，3D 打印这个过程可能我还更好控制，做出来性能还会更好。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对航空航天这很重要。还有刚才你提到，就是说，甚至说一个零件，我不同的部位，它的使用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加一个零件，也许这个地方要求那个应力水平高，我这地方可能就用强度更高的材料。这个地方也许是耐高温的，我可能这个地方就用耐高温更好的材料。这样一个零件在打印过程当中，不同的部位，你可以通过打印过程制备出不同的这个材料，最终让这个零件每个地方都有它的就是取长补短的，每个地方都有它的长处。我想这能做很多事儿。这个太厉害了，而且这个确实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就是因为在我之前的认知里面，我只知道3D 打印它可以去把这个结构给制作出来。原来在边打印的时候，还可以边把这个不同的材料给它制作出来，而且像你刚刚说的，确实就是一个零件，对吧？它在不同的部件不同的部分可能会承担不同的这样一个作用，它对材料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原来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要把这个零件就是说拆成好几个零件一起来组装。那这个3D 打印的话，我们就可以同时把它做出来了。可以，就是把它就变成一个整体。虽然说这个零件它是一个整体，但却是由不同的材料所制备而成的。
啊，这点实在是太厉害了。这是它的一个优势之一吧，这是经济它的一个优势，它有很多优势，但这是个优势之一。哦，优势之一。对对。对，不过这个哪怕只是优势之一，我也是大开眼界了。那我们在选择这个金属材料的时候，就本身就是因为像你刚才说的，虽然说我们3D 打印在边打印的时候，其实边在制备材料，但是我们在初始选择我们用什么东西来作为这个3D 打印的初始材料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这个选择呢？是怎么样去选择的？比如说哪些是可以更好的去完成这样一个3D 打印的这样一个任务？这是这样，这是一个需求，就是它的使用条件决定的。例如，假如说在航空航天领域，我们首先要让它轻，然后强度还得高。像钛合金呢，大概钛合金结构最大好处之一就是第一，它密度很小，它就跟钢相比的话，像钢你的密度是7.88，钛合金就只有4.5，它轻。另外它强度也很高，所以说航空航天里面基本上我用的金属材料的话就是钛合金、铝合金，然后一部分就超高强度钢，所以原则上可能在航空航天里面这是它的主要的金属结构材料。那其他领域呢？就是比如说船用螺旋桨，因为通常情况下船用螺旋桨也是铸造的嘛。对，那用了3D 打印之后，它其实也会很方便。那它的那个材料上面，其实可能相对来说就没有航空航天那么要求那么高了。那它比如说它会用哪些材料呢？这还是和它的附约条件、使用条件决定的。像螺旋桨，可能原来可能有些它是为了在海水里面要让它一定的耐腐蚀，抗腐蚀，可能它就用的是铜，可能就是假如说是铜合金。但铜呢也有很多好处啊，它是没磁性的，假如它海水里面也有足够的这种耐蚀性。那现在呢，假如说现在你用3D 打印去做了，但你可以用3D 打印去打印铜。原来是铸造的铸件的性能，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因为铸件它铸造过程当中，它结构不是特别的致密，它的晶体尺寸也比较大，所以最终可能它性能不一定是最好。如果你可以用3D 打印去做铜，也许它做出来那个强度就会更好，塑性会更好，耐蚀性可能也会更高。当然毫无疑问也可以用钛。也可以用钛，钛也是没有磁性的。钛的话，那在海水里面可能就一辈子都不腐蚀。钛也很轻。铜的密度是10，钛的密度是4.5。钛的强度那个比铜的强度就高，那个是成倍的往上提了。那铜可能只有200-300百兆瓦的强度，钛可能有1000多兆瓦。所以如果螺旋桨你换成钛，我相信它是很好的一个，那就更好了。我相信会。刚刚跟王院士我聊了这么多之后，真的是让我开拓了这个极大的眼界，也让我知道这个我们最顶尖的这样一个3D 打印的技术是在什么地方，然后同时也知道就是离我们生活最近的，我们大概什么时候能够享受到您的研究成果落实到我们家里面就能用的这样一个地步。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很抱歉，我从来没有，我们做的工作都不是我放在家里面的。所以说你刚才回答你问题，我都基本上都没经验。我们做的是做大的，就是说大装备用的3D 打印。好了，今天的干货太多，我要好好消化一阵子了。如果大家还想要了解更多关于3D 打印，关于如王华明院士这样的科学家的故事和他们的研究的话，直接搜索院士开讲栏目就可以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